你回来了，还没查到吗？他第一次说要离开，是收百里东郡为弟子的那天随口一提；第二次，便是在圣人的御书房，像从前一样没有原因，似即兴而为。不可能！若风，天下百小，终有一人是我们无法查清的。可他关系整个武林，学堂祭酒李先生。 突然要离开天启，其中原因作为白小堂，却一个字都查不出来。天下百小，这几个字，当真成了笑话。小伙子，你以后能成为枪仙的。您是？我啊，我是李长生。李先生，先生，可我现在身上已无枪，您是怎么猜出我是用枪的？因为。 你身上有枪意，枪意？你是来找东君的吧？少年人不要有那么多心思。你是江湖客，他是侯门子。凡俗眼中，你们虽然天差地别，但这里是学堂，学堂之中皆为学子，学子之中无论身份，皆称同窗。 稷下学堂很欢迎你这个小枪仙的。多谢先生。
韩一，叫娘。娘子啊，娘子，我也在外边跪2天了，好冷，好疼。少跟我装可怜。卓墨公子武功高强，内力护体，又怎么会冷？娘子罚我，我也不敢用内力嘛。哼，你不敢？你什么不敢？北篱八公子可真是风流啊！以前你说是顾剑门带坏的你，可是人顾剑门早800年就离开天启了。我看你这路不认得也挺好的吗？不是啊，这真是小师弟他非……闭嘴！你小师弟那脸都红成猴屁股了，怕是这辈子第1次去青楼吧？你怎么不说是百花楼的姑娘绑着你去的呢？你这么说的话也太假了吧！你再说一遍！完了，雷梦莎，我看你是不想好了。趴下！等一下！趴下！娘子，哎呦，娘子！哎呀，娘子，我真听曲儿去了！哎呀，娘子，娘子啊，不去！韩一，救我！娘子啊！阿爹真可怜，要被打死喽！娘子，哎呦，我真听曲儿去了！哎，娘子，哎，好了。你爹要被打死了，你也不上去帮忙。先生，你来了。我再不来，你爹可真的要被打死了。谁叫他去那种地方的？活该！嘿，小小年纪的，知道的东西还挺多的嘛。先生，你什么时候教我武功啊？比以前进步多了。你爹是雷门英才，你娘是星剑传人，跟他们学武功不是很好吗？为什么要跟我学呢？因为你是天下第一呀，跟你学武功，以后我才能管住我爹。哎呦，娘子，有志气，眼光更好。哎，娘子别打了，哎，别打了，屁股肿了，娘子。滚！不去了，哎呀，先生来了。李先生，先生救我！跪下！行了，也没发生什么大事嘛。虽然去了趟青楼，也没犯什么大错。夫人，雷儿这个人我很了解他的，对夫人可谓是忠贞不二。他也只敢去听点小曲儿，是吧？我想他今天去了百花楼，应该是看到百里东君和那个用枪的少年，让他想起了自己和顾剑门的往事，兴之所至了，是不是啊，雷儿？就是，是什么事？厚颜无耻！厚颜无耻！以后还敢不敢？不去了。我以后想听曲儿，我找窦轩去，他唱的也还行。夫人，他认错了，也落了保证，你就原谅他吧。先生都来了，我还能真打死他不成？先生此来，想必也不只是为了要救这个不成器的东西。新月就不打扰了，韩一，我们走。师傅，师傅，还好你来得及时，我差点被我娘子打死。我本来是不想来的，因为我觉得就算你现在不死，几年之后你也会为你那可笑的志向而死。师傅，你还记得那一年？你说你的志向在于天下，我笑你还是个孩子呢。如今你的孩子都学会骂人了，你呀，也不能只是那个师傅膝下的孩子了。说说吧，你觉得的天下是什么？天下？当时我年轻气盛，我觉得天下就是一个能够供少年们征伐的地方。那么现在呢？
现在我想明白了，天下从来就不是一个可以征伐的所在，因为那是许多活生生的人努力生活的地方。那你的志向呢？仍在天下呀，守护天下。这么多年了，你们似乎变了，又似乎没变。你跟剑门要好，剑门走了，你就和若风混在一起。可若风身份特殊，总有一天会离开学堂，到时候你……师傅，我不想离开学堂的。可学堂终究是个读书的地方啊，人长大了，书读完了，自然要离开学堂的。学生既已离开，老去的先生也不必留下。师傅，你不会要走吧？是啊，蒙莎，你也要走的。不过，走出这一步，你的雷门可就真的回不去了。那就不回去了。你不想牵连雷门，所以故意无视门规，让雷门驱逐你。你不想连累妻女，所以让你的女儿随母姓。要是遇到了什么万一，背后至少还有一个剑心种撑腰。可是孟莎，成大事者无不彻底割绝过往。你呀，还差得很远呢。等时机到了，让韩毅来找我，我教他剑术。师傅，你不回来了吗？你啊！我说了老半天，你到现在才明白啊！就你这样的人，还想守护天下呀？我告诉你，守护天下不是人人都有资格的。你和若风若想取得这份资格，势必要经过一番苦战。你们呀，不要半途死了。定不负先生所望。已经负了。我之所望，就是弟子们能纵情江湖，肆意而活。哎，天下什么的太沉重了，你不负自己所望就行了。听说李长生要离开天启城，没有李长生的天启城，你要强行带走一个人，虽然要付出代价，但也不算难。我自己去。从小到大，你都是那么倔，光凭你自己，就算你有实力，心爱的姑娘，怕是早已嫁给他人。师父，我想练魔仙剑。没想到半年不见，你经历这么丰富。没有你的跌宕起伏。哎，你昨晚如何呀？你怎么也这样？小小年纪不学好？司空张峰，你有点良心。昨天因为你和雷师兄，我都被人污蔑了。
还跟尹世之吵了一架，容易吗我？他呀，昨天只是找我过去叙叙话，把我认成了儿时的一个哥哥而已。听你这语气，挺失落的呀。我有什么好失落的？哎，因为随口吹的一支曲子，结识了千金难买一面的大美人，多少人求之不得的事情，我有什么好失落的？哟，好，你不失落。那你到底是不是他哥哥呀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又记不起以前的事情。也是，你跟我说过，你失忆了。或许吧，我也没有刻意想过。要真的仔细的想，好像此前的人生都是一片空白。看来你是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。那又怎样？我又不靠以前的记忆过活。司空少峰，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不知道你的来处，但你却和他会同一支曲子，这说明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你干嘛？万一你真是他的哥哥呢？万一他弹这支曲子就是为了等他的哥哥出现呢？百花楼里那么多客人，是天启的，不是天启的，有钱的，没钱的，为何就你偏偏听过呢？你一点都不着急？他那么受欢迎，错过了，可就真的错过了。可我真的是记不起来了，就是怎么想也想不起来的那种。皇帝不急急死太监，百里东君，往事不可追。我和他，或许还有未来吧。哎，行吧，行吧。哎，你怎么还不开始酿酒？莫不是忘了本月14日的那个赌约了？我当然记得呀，我这不是找灵感的吗？皇帝不急急死太监。百里东君，你，哎，这可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啊，我枪还压在那儿呢。好了，我知道，放心吧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你枪把我身上。哎。谁？齐轩，是你。你怎么会来这儿？接到小姐的留书，便来了。还有，我们马上就要离开了。离开？这么说，叶鼎之的事，真的是你们干的？是。雨季发现叶鼎之，同样身负天生五脉。如今，就算没有百里东君，也无所谓了。可是，小姐为何这么多可是？难道小姐对复国之事有所动摇？是的，这一路我动摇了。齐轩，我们找到天神五脉又如何呢？打开朗月福地，将父亲迎出关，然后让北阙的铁骑踏平北离，是这样吗？可那些刚从战火中平复过来不到20年的百姓该如何？陆霞姐姐，哪位？陆霞姐姐，公子前往来叫你。陆霞姐姐，好，这就来。徒儿，你来了呀。师父，来看看这棋。黑子锋锐无匹，把白子逼于一隅，是要赢了。可这白子，并非毫无翻盘的可能。
不是吗？师父也说只是可能。白子机会过渺，而代价太大。更可能的是，全盘皆输。方才我见到了一只雪国的白鸽飞过，身形矫健，很是优美。来了。徒儿，你可还记得为师对你说的第一句话？你来了。徒儿，你既入了我的门下，那就不论出身，不论出处，都是我的徒弟，是我第一个弟子，也是唯一的弟子。无论发生任何事，都有为师替你担着。师父，星儿，姐姐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？我都快闷死了。我以前到处玩都没人寻我，她一回来，每天跟大朝会似的，每天都有不同的人用不同的事儿找她，我装不下去了，我好累啊，星儿。算算日子，她应该快回来了吧？二小姐，再坚持一阵子，啊。小姐，吾相有事相告。无相尊使，我近日身体不适，尊使自行决断便是。二小姐，被发现了。二小姐模仿小姐，几乎可以以假乱真。那又怎样？还不是被尊使发现了？尊使，免礼。二小姐与小姐本就是异母同胞的姐妹，又打小一同长大，关系亲密。按说二小姐若是想假扮小姐，还是很难被发现的。那尊使是怎么发现的呢？小姐喜静，二小姐喜动，本就是不同的个性。更何况我是看顾着二位小姐长大的，要想瞒过我，可不容易哦。难为二小姐了。尊使，你既然知道是我在这里，那是不是也知道姐姐的行踪？怎么样，姐姐是不是快回来了？姐姐出事了吗？二小姐别担心，小姐没事，只是什么？有话你就直说，你要急死我吗？只是小姐或许不回天外天了。不回天外天了？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。小姐放走天生五脉，放弃了复国，不回天外天了。放弃复国？姐姐怎么可能放弃复国？我不信。星儿，你信吗？奴婢也不信。无相，你是不是骗我呀？
你为了自己的野心，要对我们姐妹二人下手了吗？过一阵儿，紫衣和白发便也回了。二小姐信不过我，也该信他们吧。你还有什么要同为师说的？这段时日，有一件事情一直困扰着我。我与身边之人曾经为了一件事而努力，可最近我发现，这件事似乎不是正确的。若要说何为正确，我也未找寻到，我很困惑，请求师父为弟子指点迷津。这人生在世，本就没有那么多是非黑白之事。人在不同的时期，就会有着不同的选择。你见过更多更广阔的天地，自然就会有不同的见解。落霞，你为何痛苦？是因和他人走了不同的道，还是你心中没找到答案啊？两者皆有吧。这人生啊，谁也无法保证与他人并肩同行。就算是我们北离八公子，路也各不相同。可这又如何呢？所以，就看你最想和谁并肩同行。还迷茫？那说明你还需要继续寻找心底的答案。二小姐，早点休息吧。左右护法他们不会这么快回来的。心儿，如果，我是说如果，吴相使说的是真的，怎么办？不知道，我只是觉得小姐应当是有苦衷的吧。二小姐，你呢？我吗？百灵就要攻进来了，快跑啊，小姐！这是母后送我的摘子，青儿，青儿，回来！青儿，姐姐，他抢走了母后送我的摘子，这是我的东西，我的家。二小姐，
会狠狠的吗？我的好徒儿，在这赏月啊！师傅，隔着你那做作的帘子，真能看到月亮吗？帐中观月，犹如雾里观花，自有一番美感。说吧，找为师何事啊？听闻师傅马上就要出行，师傅一人。你可比雷儿聪明多了。自然不是，还有你那个不省心的小师弟百里东君呢。那可否多带一人？你也要把你的徒弟塞给我？不愧是师傅。我这个做师傅的，管自己徒弟还不够，还得捎带着管徒弟的徒弟。早知道一个都不收了，都是群不省心的混蛋。年轻人呢，就应该多出去闯一闯，不该被困在天启城。落霞如果可以跟师傅还有师弟一起出去闯荡，想必将来的眼界也会更加开阔些。我看你也挺闲的，怎么不自己带他去游历呢？我的容貌不方便行走江湖，但师傅的多谢师傅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真是狐狸崽子！桃花香。东君，每种酒都有自己的性格，就像人一样，不同性格的酒，自然也有不同的滋味。徒儿总听说，天启城的秋露白能品3味，难道这种酒还有3种性格？酒过心头，心头什么滋味，那酒就是什么滋味。不是因为酒有3种性格，而是因为你的心被酒气牵引，千头万绪涌上心头。那师傅，您最喜欢的酒是什么滋味啊？是我这一生最开心的滋味，也是最遗憾的滋味。哪还有这种酒啊？还能2头都占？有啊，它叫做桃花月落。桃花月落。那会不会有一种酒，是最有情的滋味，也是最无情的滋味？
无形最有钱，可比白日见星辰。大白天的，本以为李长生在大内闹出那么一番动静，然后又对外声称要带百里东军离开天启，这件事就落下帷幕了。没想到的却是风雨再起啊！只是一瓶酒，代表的却是陛下的权威。百里东军要那瓶酒，是在打陛下的脸。只可惜，如今陛下不敢轻易招惹李先生。他心中虽然愤怒，却也不能展现出来。所以这个时候，陛下一定希望有人能站出来，替他握住那柄刀。徒儿明白了。殿下，有贵客来访。哦。这大剑派人传来的话，让本王生出一身冷汗，又忍不住有点兴奋。哎，百里东军与谢师的比试在哪一日？回殿下，就在明日。天时利我呀！应贤，你说，如果这位小公子再也走不出天启城，本王的皇位是不是就……可镇西侯手中有重兵。哼，因府内桀骜不驯的小公子在天启城械斗而死，就发兵引起战乱，这样的军队能获得胜利吗？还是殿下英明。大爷，百里东军的赔率已经达到1500了。还是老样子啊，随便找个人，记他的名字，卖1000两。黄金。我懂，这次押谢师是吧？回来。其实押谢师，押百里东军。来，吃点这个，你可长点脑子。去啊！是。多么熟悉的景象啊！要怎么说合着我发家致富呢？
各位公子请。谢师。这位是？啊，这位是卿相公子谢轩。哦，原来是卿相公子，久仰久仰。谢师好。请。好，大家都好。上楼吧。嘛。小先生，请留步。你可还记得我们所说之事？你不怕我徇私？学堂的小先生，可比学堂的李先生更值得信任。好，那一会儿叫我就好。夏天的东西。今日，便是那百里东君与谢师相约比酒的日子。是，陛下。哪位皇子去了？二皇子殿下，还有九皇子殿下。若风是百里东君的师兄，他去理当。怎么老二也去了？二皇子殿下一向喜欢给陛下分忧。卓清啊，卓清，要不怎么你才是孤的大剑呢？青色和鸣，两人惺惺相